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白。今天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我已经用了大概有年来计算的 Vlog 相机的使用心得。我这个人呢，在买东西之前，尤其是花大钱之前，我绝对是到处爬文，看别人影片分享，然后才会下定决心去买这样东西。但是我实际使用下来，我发现很多在我做功课之前是没有看到有人提出的一些问题。我之前在做功课的时候，网络上分享不是那种超级专业的评测分享，不然就是呢，好像也没有说出太多真的使用上会遇到的问题。所以我今天就想要以一般人、普通人，真的只是纯粹想要记录自己生活啊，或是旅游的面向来跟大家分享。所以这支影片呢，不会有太多真的太专业的东西，就是真的普通人使用上的真实心得。我目前拍摄 vlog 使用2台相机，第一台是 Sony 的 ZV-1 Mark II， 然后这台是我第一台入手的 vlog 相机，然后这台也是跟了我很久。去年又购入了这个 DJI 的 Pocket 3。我知道，如果我真的想要拍出很漂亮的画面的话，我一定是要买那种单眼相机。但是呢，我又不希望我在旅游的时候，就是又背那么笨重的一台单眼相机。如果出去玩还带那么重的相机的话，我会觉得我有点像是在工作，就没有真的完全到放松。毕竟我还是出去玩嘛，我希望我是以轻松的心情跟轻松的，以方便为主。但就是你也知道，就是必须要牺牲一些画质这样。但它已经算是我看到在轻便跟功能性上已经就是取了2个平衡点，我才选这台 vlog 相机。接下来我会大概介绍一下这2台相机，就是真的很大概。如果大家有兴趣看那种非常详细的评测的，网络上已经有超多大神在分享了。然后我现在只是大概介绍我们普通人会使用到的一些功能，像这台 Sony ZV-1 Mark II。我当初是买一整组的，就是有机身跟手把，反正我那时候就是很无脑买，大概买了快3万块吧。我后来清醒了之后才想说，那如果我只买机身，不知道多少钱，结果发现机身好像大概才2万3吧。所以呢，这样换下来，我就发现这个手把竟然要快5000块啊！我说这手把也太贵了吧，我就有点后悔，因为真的是好贵哦。我还想说要不要转卖，不过其实它贵是贵，但是它有一些功能，所以好啦，就是算了。这个 ZV-1 原本是有1代的，然后我买2代，有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在网络上发现，它1代的手把是坐在机身中间，所以呢，如果你突然拍一拍没电想换电池的话，它是会卡住的，所以你是整个手把都要拆掉，然后才能换这个电池。它这一台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的那个耗电量超大，续航力超烂，你就很容易会需要一直换电池，你就会把它搞疯。所以我就是毫无悬念，就是一定要买2代。所以大家如果有考虑这台的话，一定是要买2代。它上面就是有送毛毛风罩，它这个毛毛风罩是可以拆的，因为它的麦克风在这边。它套这个毛毛防风罩就是为了怕风声会影响收音的啦，我也觉得蛮可爱的，我就没有把它拆下来用。然后旁边就是有开关键哦，模式切换快门、拉焦距的拍照快门、录影快门。这边有麦克风、USB、HDMI， 这边是长这样子，功能键都在这里。然后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翻转萤幕，这是我买 vlog 相机也是必要的条件。然后它的脚架一打开就是这样。如果你要摆头的话，就是按这一颗钮，往前掰，它就可以摆头。这边有个按钮，按着它就可以左右。然后这台 DJI Pocket 3是去年好像10月才入手的，所以呢算是蛮新的，就跟它相处到没有到非常久。它这个是买一整组的，它里面有很多配件。像是有这个壳，因为他听说这个云台很脆弱，所以没有用的时候一定要把它装进去保护。它里面有附一个增广镜，下面这个柔光镜的话，要自己再去另外加购。然后这里面有个麦克风，然后续航手柄，还有这个脚架，还有一条 Type-C 的线。但是麦克风我其实几乎也没有用到，我觉得出去玩，如果真的要再接一个麦克风，就有点像在工作，而且我也很怕我不小心把它弄丢了，所以我平常出去玩拍 vlog 是不太会接麦克风的。这台上面这边的开机键我有贴一颗钻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很容易会按错，所以呢，我就会想说，有个凸凸的，那这就是开机键，我就不会搞错了。然后这台手把虽然很贵，但是它其实蛮多功能的，就是它这边可以
选择要不要锁定。锁定的话，你就是按着它不会有反应，然后你只要把它推到打开，它这边的功能就可以开启。然后这边就是你可以直接用手把去调它的焦距、远近，然后这边这一颗就直接按下去就可以录影了，其实蛮方便的。这颗就是可以拍照，但是它的拍照功能我其实也没有什么在用到，毕竟它是拍 vlog 相机，拍照其实不太行。我会选它有一个原因就是它对焦还蛮快的。我原本想要买 Canon 的，但是 Canon 对焦真的太慢，我有去试用过。然后这台有一个小缺点就是，如果你要放大缩小，就是比较机械性是有点慢。然后它如果超过了这个物理的放大的极限的话，画面是会用光学放大，就是有时候如果你想要拍远的画面，就是会需要一点时间。然后这台 DJI 的，就是真的超级方便，你打开就是转这个荧幕，马上就开机了。它的界面也很酷，它是藏在四方形的各上下左右，然后你就是这样划开，然后就可以去切换你各个想要的功能。然后它的这个界面也很简约，下面这个就是就像你玩游戏的手把按钮，可以调整上下左右，然后其实它会对应到不同的功能，像你这边切换，它就可以放大，然后再按一次切换，然后就是摆头，然后按2下，它就会回正，按3下就是往前转或往后转这样。然后它还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你可以切到直的，它就可以直接拍直的画面。所以如果你出去玩，想要拍那个 reels 或 shorts， 很方便，你就直接切换就好。它还可以下载一个 APP， 连手机把那个影片传到手机的速度也很快，所以你就是可以马上拍马上发，对现代人这种爱发影片的很友好。然后还有一个缺点就是它这边有一个孔，它这边有孔是可以装手提袋，但是呢，我怎么装都装不上去。然后它下面就是可以接三脚架，就变成很长一根了，然后就可以这样架在桌上，按这个按钮弹开就可以换。然后如果你有时候拍到快没电了，你还可以接这个续航手把，它下面其实就是一颗电池，然后就把这个装上去之后，它就会亮灯，亮灯就是有在充电。它的记忆卡是吃 micro SD 的卡，平常应该不太会用这个小卡吧，所以还要另外去买。然后它这台的优点就是它是吃一般的 SD 卡。哦，其实这2台对焦都很快 ，DJI 好像又更快一点。哇，超级快，真的超级快。然后这2台对焦都非常快。然后这台还有一个功能是脸部跟踪的功能，就是如果开启这个功能，我就可以自己拍自己，它会把我这个人定在画面中间，跟着我的移动而摆头，那画面看起来就是有点让人有点晕晕的，所以我也没有用到这个功能。然后这2台呢，他们拍室外白天，其实我觉得各台相机在那个光源充足或是晴天啊户外拍摄的水准其实都不会太差。但是呢，重点就来了。真正要看出这台相机的好坏呢，在拍室内低光源的时候，差距就来了。像 Sony 这一台，在拍室内低光源的时候，它还是可以维持整体就是色调的和谐，它的色调都不会跑掉，然后画面也比较细腻。但是呢 ，DJI 它在室内低光源的时候，很常遇到的问题就是它颜色会跑掉，所以导致我后期呢都会很需要花心力去把那个颜色调回来。但其实你说要调回来也是有点难调回来，然后再来就是它的暗部细节，整个都是没有办法调的，所以我觉得 DJI 这台真的超级致命缺点就是在室内低光源的时候的颜色。接下来我要讲他们的防手震，像是 Sony 这一台，它这个防手震几乎是没有，几乎是没有可言。所以如果你边走边拍的时候，你没有开它的防手震，就看起来会像地震一样，一直轰轰轰的一直晃。不过它内镜有一个防手震功能。如果你开的话，它就会裁切一点画面，然后呢，你拍了之后，它那个果冻感超级明显。我一开始不知道果冻感是什么，但是自从我遇到它了之后，我终于知道什么是果冻感了。就你整个画面会这样子，像果冻一样这样子。我认为它的防手震应该就是有点像是后期自己去调那个画面稳定的那种感觉。这样子的话，我不如后期再用，而且我后期还可以有一些参数可以调整。但是 DJI 它的画面就非常稳定，因为它自己自带这个云台嘛。所以我边走路边用的时候，它的画面是非常顺，不会有地震感，看得非常的舒服。
哎，真的是各有千秋哎。然后再来就是他们两个的收音，它的收音有一个功能就是你可以设定它是往前收音，或是往后面收音，或是全方位收音，或是它可以自动侦测哪里在讲话，就是收哪边的音。反正它的收音在我后期在调的时候，哇，也是很不行哎。如果你在一个比较嘈杂的地方，它连整个嘈杂的声音都会录进去，所以导致你讲话的声音就是非常不清楚，然后有时候还是会需要去后期降噪一下。用这台收音的话，也是后期会很辛苦。但是 DJI 我不知道什么，它收音超厉害的，我就算不接麦克风哦，它都会帮我自动把其他杂音降噪，然后只留讲话的声音。喜欢做水，再来回来喝。哇，天哪！更厉害的就是，假如说我要拍的人站很远，然后呢他讲话，我如果中途放大他的画面，哇，他的声音自动会放大，他会自己切换，很像是你整个人靠近他，然后听的声音变大。我觉得哇，也太厉害了吧！我看一下，我看一下我手机。我看你刚刚侧拍的。我看你刚刚侧拍的。哈哈哈。这个干嘛啦？什么意思？它后期也不太需要去调整声音，因为它自动会帮我把一些环境音给降噪。哇，真的很厉害！我根本就没有接麦克风所以这台我对于声音的后期来说非常的方便。讲到这边，它呢就是画面不需要太多后期调整，但是声音需要。然后它呢，如果你在室内低光源的话，画面的后期调整真的是需要用非常多的心力，但声音真的无话可说，几乎都不太需要去调整它这台拍出来后期的声音。这台呢，它的机身重量是292克，但是加了手把之后，我觉得不值了。我再查一下它这样子加了手把多重，我觉得算是拿起来有分量感的。但它呢，真的是超级轻，单这样子就179克，它们两个就差了100多公克。然后它的大小大概是这样，它呢这样，差很多我拿我平常喜欢背的小包包来测试，像这一颗圆筒包，如果我想要带这台相机出门的话，真的放不下来，除非我把把手跟相机拆开来。但我觉得有把手蛮方便的，所以我通常就是不会拆开来。这一颗我也蛮常背的，它这个就还可以塞。对，但是它放进去之后，几乎就是占了一大半。但是 DJI 呢，随便放都可以，随便一丢就可以。然后里面我还可以放一堆有的没的，但我建议还是要装壳再放，不然好像真的很容易会坏掉，到时候又要拿去修。装壳之后还是很多空间可以放别的，不用说了，这个更大的包包。非常轻便，哇，真的好方便。再就是他们电池续航力，这一台真的是续航力超级糟糕，真是拍没拍多久我就要再换一颗电池所以我当初买这一台相机，同时我也加购了好几颗电池。目前我是有4颗电池在替换。一开始我只有这一台 Sony 相机的时候，我觉得4颗电池，你一整天下来算是堪用，还算够用够拍，但是如果你真的是要一直拍的话，我觉得4颗电池真的是不行，真的是不够。然后我又顾虑到就是晚上可能回饭店之后充电的问题，我还买了这个，它一次可以充2颗电池的充电器，我就可以同时充3颗电池，就是这边2颗，然后相机这边再接一个 USB 就可以直接借由相机去充电。但我觉得它好像有点快坏了。我也不知道，有时候它会充不进去。但是自从有了 DJI 之后呢，这台相机的4颗电池变得绰绰有余。因为我其实比较常拿 DJI 出来录，毕竟呢它真的比较方便。我其实没有单独拿它出去拍摄过，因为自从有了它之后，我就是变成2机在拍。它原本这边可以直接充到机身里面，以外呢，它还可以接刚刚说的这个续航手把。但它就是有个缺点，就是如果你想要再增加它的这个电量的话，你就是只能买这个好几个这个手把，就是没有办法换电池。其实这个手把也算蛮轻的所以好像也还行。不过我觉得它的续航力，可能它机身比较小，所以
耗电量就比较没那么大。原本的电量跟再加这个续航手柄，续航力算是还 OK。它这一台有支援快充的功能，所以其实你也可以带行动电源出去充。它这台其实以电量来说算是蛮方便的。好，他们两个大致的介绍讲完了，那我现在就是要分享我平常使用的时候遇到的优缺点。Sony 先来，好，我现在说缺点好了。它平常电池续航已经够差了，然后呢，我平常放在包包里面，它都会莫名其妙的打开。我猜啦，可能就是它按到某一些钮。假如说我放在包包里面，然后可能压到这一刻，它就自己打开了。可能如果不小心压到这个快门键，因为它这个半压其实就是有反应。如果再不小心压到呢，它就打开了。然后我很常就是听到为什么包包里面会有一个机械声，就发现是它要打开，可是它被我包包压住，所以它又扇不开那个咔哧咔哧的声音，我就很怕它会坏掉。所以这件事情就其实一直都是困扰着我。然后再来就是它开机比较慢一点，跟 DJI 比较起来啊，它开机比较慢一点。就如果我突然想要记录现在正在发生的一些事情，然后我就还要等它开机，然后再开录。不对哦，我还要计算我从包包拿出来的时间，然后再开机，然后再开录。所以呢，这中间会花费比较长的时间，就导致我可能想拍的东西一闪即逝了。再来就是我刚刚讲到的收音的部分，如果你是在餐厅啊，或是在外面比较嘈杂的地方，那些杂音几乎就是跟我们讲话的声音差不多，就是很容易会收到杂音，所以它收音真的是有待加强。再来就是它的续航力很差，续航力很差这个缺点呢，真的是大家有目共睹。其实，在爬文的时候也一堆人说它续航超差的，但我发现其实好像很多相机都会有这个问题，不过它还是可以换电池啊，所以这个缺点呢，好像算还是可以接受。然后再来就是它拍摄的画面，如果不开防手震的话，真的很晃。但开了又有果冻感，所以这台如果你真的要边走边拍的话，好像也不是很适合。它比较适合定点拍摄。好，然后接下来我要讲它最致命的缺点。哇，天哪，我真的被这个缺点害惨了。刚刚我不是有讲到这个可以切换模式的按键吗？它有3个模式可以切换，第一个就是拍照的模式，第二个是录影的模式，第3个呢，它就是可以拍慢动作的画面。我觉得这个功能非常的多余，我真的希望它可以拿掉。因为如果你要拍慢动作的话，我何不自己后期再弄呢？一定要在拍的时候就有慢动作吗？然后我就有一次被这个功能给害惨了，因为我有一次不小心切到这个慢动作的模式，然后它的慢动作模式有一个非常致命的点，就是它没有办法录声音，所以变成说我的影片是完全静音，没有声音的。反正我上次去韩国，不知道哪一天，我就可能手残还是怎么样，就不小心按到这个键，然后我整个后面录的影片完全都没有声音。所以我在录影之前，我一定要先看着荧幕上面收音的地方有在跑，我才能确定我现在有切到对的模式。但是人总是会有不注意的时候啊，这一次我就真的没有注意到了，所以我后面录影片完全都不能用。不过好险，我还有另外一台 DJI， 我后来后半段的影片几乎都是用DJI 录的，所以呢，好险我还算是有素材可以用，不然我真的是快会被这个功能害惨了。我还去查到底要怎么把这个功能关掉，或是希望这个模式可以录到声音，但是完全是没有办法。这个就是这台超级致命到不行的缺点。我这台讲太多缺点了吧？好，接下来我要讲 DJI 的缺点。DJI 的缺点就是它的画面表现不及 Sony 的好，尤其是低光源的时候，画面表现差就算了，但是它颜色跑掉真的是太严重了，而且又有点就是很奇怪，整个人肤色都变了。然后它的细节保留度也非常差，但是好像也不能怪它，毕竟它就是这么小一台，它的感光元件就是也只能塞在这么小的里面，所以我好像也不能太要求它什么。再还有发现一点就是它的机动性比较差一点。为什么我会说它机动性比较差呢？就是它摆头的时候，就是会它会慢一点点，让这个画面会比较顺。所以如果我说我突然想要拍这里，或者突然想拍这边，它摆头的速度就是会慢一拍，所以它的机动性真的会比较差一点。如果某个地方发生了某一件事情，想要马上转过去，它是没有办法真的非常激动的跟着我的画面去转动了。好啦，虽然它的缺点这么多，但是它的优点是我没有办法舍弃的，就是原本我买
买它发现这么多缺点之后，是曾经有点后悔过。不过后来有 DJI 这一台之后，我才发现没有比较，没有伤害。它真的以 Vlog 相机来说，它拍的色彩真的比较细腻，比较漂亮。它画面保留细节也比较多，然后在低光源的表现真的是好很多。所以呢，这一台我真的，我出去玩的时候我也没有办法舍弃它，让它躺在家里，所以我还是会带着它出门。不过我比较常用到的情境就是可能拍风景吧，然后拍定点画面、定着的画面比较多，或是室内的时候，我还是会比较倾向于拿它出来拍。那这样讲下来，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假如说我现在在餐厅吃饭，我拿它出来的话，就是会占了一道菜的空间。它打开来就是这么大，但是 DJI 又不一样。DJI 呢，它就算装了脚架，它占了大概就是一个饮料杯的位置吧。所以呢，这个也其实也很难讲。有时候我晚上在外面吃饭还是只能架它，因为空间真的太小了。然后这台 DJI 的优点就是它真的很快，开机超快，马上可以拍，然后又很方便，很轻巧，就算你不背包包，你放口袋也是 OK。然后收音真的是。我真的被它吓到，收音真的是太厉害太强了。它除了录横的之外，它也可以录直的。不是说它不能录直的，但是因为它如果要录直的话，我这个脚架怎么调，就是会很麻烦。但这台呢，就是一个手指头就切换，马上可以拍直了。接下来通常加印，就是买相机以外，我另外自己加购的配件。像 Sony 的话，我自己就买了一张512G 的这个 SD 记忆卡，跟充电器，然后跟好几颗电池，这算是要另外加购蛮多的东西。但是 DJI 我好像除了这个 Micro SD 的记忆卡以外，就不太需要再加购其他东西，除非你有想要玩别的功能，但它其实这样一组就不太需要加购了。总结来说，我觉得它非常多致命缺点。但是它的优点又非常的，怎么讲啊？它的这个画面表现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取舍。当然它没有办法跟单眼相机比，但是以这个 Vlog 相机来说，它的表现已经算是可圈可点了。然后 DJI 呢，它优点很多，但是呢，唯独在拍低光源的画面真的不行。但是我还是很喜欢用它，因为它其实在光源充足的情况下，拍摄的表现力也算是很不错的，而且它也很轻便，可以说它们两个的优缺点是互补的。如果说现在呢，你真的有在拍 vlog， 然后也想要入手一台 vlog 相机的话，对画面没有这么要求的话，我毫无悬念会推荐 DJI 这一台。它可以让你比较无痛去记录生活，或是记录你旅游的一些点点滴滴。那如果你超级在意画面质感，然后又不怕麻烦，很确定自己不会切到那个没有声音的模式的话，那我觉得 Sony 这台，我觉得它很适合女生，因为它很漂亮，然后拍出来的画面也很好看。再来就是它有全白的，但如果可以的话，一次有2机当然是最好。我之前出去玩的话，我自己只会拿这一台，然后呢，我男朋友是会拿这台帮我拍，所以我觉得有2机的话会比较保险。上次就是因为他有用这个帮我拍，所以我才可以解决我这台有录到没有声音的画面的窘境。好啦，反正呢，大家各有优缺点。那我知道最近那个 Insta360有出一台新的，看起来真的很好用，它也可以别在身上去拍，因为它真的很小台，所以好像可以玩出更多不同的画面。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也希望可以试试看。我当初开始拍 vlog 其实都是先用我的 iPhone 12开始拍，然后用了一阵子之后，发现我真的很喜欢拍 vlog。所以呢，我才入手了 vlog 相机。我真的很推荐大家可以出去玩的时候一定要拍 vlog， 因为你出去玩一次，然后你剪完片再看的时候，你又出去玩一次了。然后你过了一阵子，如果你又想出去玩，但是你又抽不了身，你再回去看你的影片，你又出去玩一次，所以你一次等于玩好几次，CP 值超高的。所以我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出去玩的话，可以拍自己的影片。好。然后这次的影片就分享到这边了，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喽。那我们下次影片见了，拜拜。